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教徒。現在我人在台北南港展覽館2館，感謝金百達這次的邀請，讓我這個經營小 YT 頻道的宅男有機會參加這次的 Computex 展。但當然也會特別介紹目前金百達主流的產品系列，也會順路到其他2館攤位看看今年推出哪些新東西。先來到第一個要拍攝的攤位金百達，他們是一家主打記憶體跟儲存產品的廠商，目前在大陸的記憶體廠中市占率第一，也計劃未來在台灣、馬來西亞、歐美等一些地區進行拓展。那現在在電腦中發出耀眼 RGB 的記憶體，就是金百達的旗艦新任系列，有黑白2種款式，除了頂部 RGB 導光，側面也有做鏤空進行導光處理。全系列使用海力士顆粒，最低時序版本可以來到 CL266000，是目前市面上少數能達到這麼低延遲的記憶體產品之一。下一款是新任系列的無光版，展覽展示的是為 Intel 專門優化的超高頻版本，時序跟頻率來到 CL38800，比我之前開箱 265K 使用的知奇記憶體 CL40 還要更低。而且這還不是他們最低延遲的版本，有光版的新任記憶體甚至來到 CL36800的規格，看起來都是新任系列，但金百達還是偏愛有光的版本。下一個就是比較主流的任系列，散熱片上的任字就是這系列最大的特色，也是有黑白2種款式，價格來說會比新任親民一點，時序跟頻率也是普遍偏主流的規格。從 CL28600 到 CL36600 都可以在這系列找到，可以依照不同的預算進行選擇。同時任系列也有 DDR4 的版本，展場展示的是 CL163200 的頻率，散熱片外觀跟 DDR5 並沒有什麼差異，主要還是記憶體上的不同。時序跟頻率最高有 CL194000 的規格，雖然沒有 DDR4 末期的4800、4600這麼高，但考慮到舊平台的相容性，加上現在記憶體這麼貴，我覺得這是一個合理的戰略選擇。最後一個就是黑爵跟銀爵系列，是金百達記憶體裡面算是最入門的款式，全系列都沒有 RGB， 現場展示的是黑爵 DDR4 3200頻率版本，雖然他們也有出 DDR5 的版本，但當下沒有拍到。身為中國最大的記憶體品牌之一，金百達產品線也有使用目前受全世界 DIY 玩家很多人都在討論的長芯顆粒。以目前來說，金百達旗下的任、黑爵、銀爵系列 CL36600的規格都有使用長芯顆粒的版本，價錢會比使用海力士顆粒的版本便宜一點。SSD 部分，這次金百達有展出之前教徒開箱過的 KP270，主打特色就是自帶 1GB 的海力士快取，跟使用 TLC 顆粒，使用上會有較好的隨機讀取效能。當然最有競爭力的還是它的價錢，以 KP270 2TB 來說，在京東約在9500台幣上下，是目前 SSD 漲價的現在。市面上自帶 1GB 快取最便宜的 Gen4 SSD， 金百達從2016年成立公司到2026年，已經在競爭激烈的中國市場拿到了市占第一，以極致的性價比及產品穩定度服務市場消費者，是非常厲害的公司。那金百達介紹完後，來到下一攤 ASRock 華擎的攤位，還沒走進攤位，先看到展場外面的華擎歷代太極產品牆，加上今年是太極的10周年，ASRock 在太極系列產品又開始多樣化的發展，主機板有很多的太極版本，同樣在水冷顯卡都是以太極為主的旗艦產品，連 Aqua、OCF 都在前面加上太極，正式加入太極系列。大水冷方面，太極360 Holo 是這次的展場焦點之一。現在這邊是華擎的水冷展區，太極360 Holo 展示在眾多的水冷中央。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有人在水冷頭裝 LED 風扇做展示，達成的效果相當吸引眼球，呈現動畫看起來可以自定義。另外這張是一般版，10周年紀念版會放在其他地方，等等也會過去看一下。第二個小細節就是這張水冷管線看起來蠻長的，在裝機的時候應該會比較好裝一點。至於太極360 Holo 10周年紀念版，就是在本體用黑白呈現太極獨有的氛圍，其他功能跟用料應該跟原版差不多。這邊就是實際裝上去的樣子，雖然看起來很炫，但可別好奇去摸它，可能會弄壞葉片。下一個是華擎今年推出的 Steel Legend 360水冷，水冷頭螢幕是 3.4 寸的 IPS 面板，解析度是 480x480 與60赫茲的更新率。另外螢幕下方還藏有一個風扇來幫記憶體散熱，水冷頭看起來也特別的厚。
感覺這張水冷管線沒有太極這麼長，不知道裝機好不好裝。下一張是 Challenger 360 Digital， 相比 SteelRanger 360，這張就略顯一般。水冷頭下方沒有風扇，螢幕也不知道有沒有支援自定義動畫。再來就是華擎的顯卡，沒有錯，華擎其實有做顯卡的，而且他們家 A 卡跟 I 卡都有做，但就是沒有 N 卡。這邊就湊個熱鬧，拍個9070 XT 太極10周年紀念版就好，因為跟一般版一樣，還是用12 pin 插槽的 A 卡。主機板部分，第一個要拍的當然是 X8701 太極10周年紀念版，以及太極 Aqua、太極 OCF、太極 White、太極 Creator。剛認識華擎主機板出太極時，沒有想過太極系列會變成現在這麼多，有夠厲害。那下一攤來到 ATK 的攤位，我自己是第一次接觸到 ATK。那因為工作的關係，其實多多少少會了解台灣主流鍵盤、滑鼠跟手感上的差異。那 ATK 在這方面來說，只能用無比強大的性價比來形容。以現在這把他們未上市的磁軸鍵盤來說，外觀相當的漂亮。手感跟 ROG 磁軸很像，跟與 75RT 的觸體感覺不同。當下詢問現場人員這把預計售價，印象中好像只要2000多台幣。我的天哪！ROG 相同配置也要將近台幣5000塊。然後他們旗下的鍵盤許多手感都好到令我驚訝。像如果有辦公需求，將來一定要試試這把 YOGO75的靜音帶粉軸，是我目前打過最安靜的軸體。印象中這把也是未上市，售價預計也是差不多2000多台幣，還是1000多，有點忘了。目前台灣市面上也有相同軸體的鍵盤，那就是 Newfie 的 Kick75， 相關價格大家也可以查一下，這邊我就不再多說什麼啦。其他系列也有相當多不同的軸體，其中我最愛的就是 A87 病蛇軸。當下其實是有想要下訂的，但台灣地區京東不給訂，當時創辦人答應回去會處理，但可能展場太忙了，忘記這件事。滑鼠部分的話，也都是相當的漂亮。以架上的 A9 系列來說，大概是1000多台幣就能買到有線、無線都有 8K 的滑鼠，並且重量小於60克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也可以查查這種規格的滑鼠在台灣要花多少錢。那他們也有做電競耳機，不過當下我沒有試聽到，這邊就稍微帶過。感覺鍵鼠品牌的市場競爭只能用捲到爆來形容。下一站就來到了開普科，沒錯，他們攤位就在 ATK 旁邊，是家來自馬來西亞的鍵帽與桌墊品牌。他們時常跟一些藝術家或一些各大 IP 聯名，這次他們就有展伊藤潤二跟史努比的聯名商品。像這張鼠墊，大家應該不陌生，沒錯，就是伊藤潤二筆下的富江，一直死了又活的那一位。鍵帽顏值跟質感都是相當的棒。隔壁展的是闊羽少女，能感受到設計師是真的有了解作品在設計的。再來就是一些日本文化鍵帽，像是這把左邊有招財貓，右邊有哥吉拉，還有相應的桌墊做搭配。史努比則是展示太空人系列，設計語言是1969年的史努比登月主題。不過我比較少看史努比，工作人員在解說的時候，我也是似懂非懂，反正鍵帽很漂亮就對了。另外他們也有賣這種單顆鍵帽，搭配自家的數壓鑰匙圈，也有 Monkey Tab 的聯名款式。蠻令我驚訝的就是，最後這次參展加入他們的粉絲頁，還有贈送台灣特色鍵帽數壓鑰匙圈。我拿到的是中間的打細櫻桃。最後介紹聯立攤位，由於展示機殼的那幾桌人太多，我就先到電工區參觀他們家的 Edge 電工。原本只是想簡單看看，因為我對電工的研究不深，大概就了解基本的等級劃分跟新舊版電工規範。但幸運遇到聯立的電源產品經理主動過來介紹，才更了解新一代的 Edge 電工更詳細的資訊。這邊就交給專業的解說。1年半前、2年前，我們 Edge 系列推出的時候，我們只有最高瓦數只有1300瓦。那我們這次呢，我們做到了，我們改版升級，往上多做了50瓦，1350瓦。好，那同時呢，還有1200瓦跟1000瓦3個瓦數。原本的 Edge 白金牌有850瓦，我們這次850瓦就不做了，因為現在的這個就是在白金牌这个能效的段落，高瓦数的这個需求是越來越多的。那同時呢，這次 Edge 白金牌呢有一個特點，就是我們搭配了我們新一代的 Hub。你們看到這個新一代的 Hub，除了原本的這個
USB Hub、Fan Hub 的功能之外呢，我們多了2個連接头。這2個連接頭是做什麼用呢？就是我們可以透過這2個連接頭搭配我們新的這個12+4P 的線材，可以監控12+4P 兩端的這個溫度。我可以做一個 demo 給你看，這個是我們現在軟件秀出来的溫度。我現在跑這個Fuma做一個看，所以你就待會看到這個溫度，它會開始，因為我們在做 stress 了嘛，它的溫度會慢慢往上增加。那這個溫度監測的功能呢，我們同時還有這個預警，就是當你的溫度高過一定程度有異常的時候，它會自動有一個警示，告訴你，你的這個可能12+4P沒有接好，你要來做一個 double check， 或者是溫度再高的時候，它会自動把系統 shut down。自動 shut down 就是保護你的這個整個系統，讓你的這個連接器不會meltdown，不會熔損。所以你看，現在剛才我們一開始是31度，它現在溫度很快的往上爬升。經過解說，才了解到新一代 Edge 電工跟舊款的差異。而最令我感興趣的還是那條能監控電工跟顯卡接口的線。據產品經理透露，未來這款線也有考慮單賣，並且擴充 Hub 資源磁吸固定，可以吸在機殼上，不用擔心其他牌電工無法使用。接下來是機殼跟水冷區塊，而這邊年曆 HydroShift 2 OLED Curve 360是其中最吸引我的水冷款式。比華擎的太極360 Holo 更讓我心動，原因是 6.67 寸的曲面 OLED 螢幕，除了能達成裸眼 3D 的效果，還支援分割畫面，就是說用這款螢幕可以達成一邊監控電腦，一邊播放個性動畫。直接使用聯力自家軟體 L-Connect Suite 就能進行垂直升降跟45度傾斜調整，找到舒適觀看的角度。至於搭載水冷的機殼，也是聯力的新產品 UX100。全景曲面側透玻璃設計，支援背插主機板，整個機殼組好幾乎沒有多餘的線材，給人一種乾淨舒適的氛圍。這次2026年 Computex 展大概就逛到這裡，可惜沒有逛到1館的主展區，因為現場每層展區都有設有檢查點，必須申請相關證件才能通行。這次能進來全是脫金百達的福，才有這個機會。為了不白來，也就在2館的4樓逛久一點，還真的找到幾家有趣的廠商跟各位分享。影片最後還是要再次感謝金百達，能讓我這個宅男有機會參加 Computex 展，完成自己人生的小夢想。我是教徒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